它既是感情润滑剂，也是社交万金油，既能在开心时助兴，也能在难过时消愁。它就是会对人体造成极大伤害，却依然在全世界广受青睐的一类致癌物——酒精。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就揭穿酒精最真实恐怖的一面，你喝下去的每一滴酒是如何伤害大脑的，以及为什么明知道喝酒伤身，你还是不能自已的贪杯。我们先从一个传言说起，你一定听过适量饮酒有益健康的说法。据说20世纪80年代，法国人每天的饮食中都含有大量脂肪，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却普遍较低。于是有医学研究者声称，是因为法国人爱喝红酒，所以红酒有益于健康。但事实上，他忽略了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经常喝红酒的人属于高收入群体，他们也有较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意识。后来各国的研究者也展开了大量调查，但都没能找到喝酒有益健康的有力证据。反而是在2018年，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彻底打破了人们企图边喝酒边养生的幻想。报告分析了近20多年来195个国家的694项数据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所谓的适量，最安全的饮酒量就是0。为什么柳叶刀会给出如此绝对的结论呢？接下来我们看看酒精进入人体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天你忍不住小酌一杯，酒精或者叫乙醇就开始了在你身体里的肆虐之旅。进入人体后，乙醇被胃和小肠吸收到血液中，乙醇在血液中的浓度就是一个人醉酒的程度，所以理论上你喝得越快，消化道吸收得越快，醉得也越快。随后血液循环把乙醇送到肝脏进行一系列代谢活动，先是被乙醇脱氢酶分解为乙醛，然后乙醛被乙醛脱氢酶分解为乙酸，最后乙酸再变成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乙醇代谢的越快，代表酒量越大。可惜大部分人的肝脏每小时只能清除15毫升的乙醇，也就是一瓶啤酒的量，所以在你将进酒杯莫停的时候，会有大量的乙醇堆积下来，并跟随血液四处溜达。这里要提一下，喝酒脸红的人是因为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低，代谢乙醛的速度慢，导致大量的乙醛也堆积下来，也跟随血液四处溜达。乙醛让血管扩张，看上去就是脸红。更严重的是，乙醛有毒且致癌，会对身体器官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喝酒脸红，别逞能，那不是能喝，而是中毒。由于超强的渗透能力，血液中的乙醇只用了30秒就穿过血脑屏障到达大脑。大脑的神经元是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信息传递的，这些神经递质可以分成兴奋型和抑制型2类。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油门刺激大脑活动，一个是刹车抑制大脑活动。正常情况下，二者处于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直到乙醇的造访打破了这一平衡。乙醇能增加抑制型神经递质 GABA 的释放，减少兴奋型神经递质谷氨酸的释放。这一捧一踩，你会在喝酒初期感到镇静放松，但这并不是好事儿，因为随着平衡进一步被破坏，信息传递的效率进一步变慢，你也就变得思维迟缓，注意力下降，可能还有点犯困。这些表现相当于大脑已经在劝我们别喝了，但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仅不听劝，反而越喝越嗨。因为乙醇也能刺激奖赏回路中多巴胺的释放，给我们带来愉悦感。你喝的越多，多巴胺释放的越多，你也就越想喝，跟炫砂糖橘一样停不下来。而且喝嗨了，总有人躁动不安，变得活跃话多。因为前额叶皮质的作用也被酒精抑制了。前额叶皮质负责控制情绪、约束行为，让我们保持理智。乙醇限制了它，它也就没法限制我们了。2杯酒下肚，话少的人也可能滔滔不绝，拘谨的人也可能翩翩起舞。总之就是，平常不敢说的话敢说了，平常不敢做的事敢做了。酒壮怂人胆就是这么来的。气氛到这儿了，你自然不会就此打住。这个时候，大脑里 GABA 和谷氨酸的平衡持续向抑制端倾斜，你会发现自己意识模糊、情绪失控、行动笨拙，就连说话也挂不上档了。这是暂时性酒精中毒的表现，因为当血液中乙醇的浓度达到100毫克每100毫升时，你的大脑、小脑和脑干都已经被酒精深度损害了。比如它会麻痹负责运动和平衡的小脑，虽然你不会去冒险开车，但也有可能在厕所里摔一跤。同时由于它也会损伤负责短期记忆的海马体，所以即便你摔了一跤，第2天看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乙醇还会降低脑干中延髓的作用。延髓控制着知觉、呼吸和体温这些最基本的生理功能。如果它被限制了，醉酒的人很可能会因为极度犯困而昏睡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冬天寒冷的大街上。再加上呼吸减缓、体温流失，他们睡过去没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还有一类人，他们酒后不会丑态百出，醉了就去睡觉，睡一觉什么事都没了。但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吗？事实上，喝酒助眠也是一个谎言。
虽然它的确让你更容易犯困和嗜睡。前面咱们说，酒精会抑制兴奋型神经递质谷氨酸的释放，在身体慢慢排出酒精的过程中，大脑会过度纠正，谷氨酸会反弹，让神经系统变得更加兴奋。所以在你睡着时，大脑其实仍然处于兴奋状态，你的睡眠也就时不时被短暂的清醒打断，只不过很快会再次入睡，你察觉不到这种间断。但脑电波不会骗人，我们平常的睡眠是在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两种睡眠形式的重复循环下进行的。非快速眼动睡眠的脑电波比较活跃，但肝脏代谢酒精产生的物质会抑制这种活跃的脑电波，你也就无法进入快速眼动睡眠。真要找一种状态来形容酒后的睡眠，那应该是麻醉。这种睡眠起不到应有的修复作用，所以即便你睡到了第二天中午，还是会疲惫乏力，同时伴有头疼恶心的宿醉反应。当你2天1小喝3天1大喝的时候，酒精会不断的促进 GABA 释放，抑制谷氨酸释放，大脑长期处于过度抑制的状态，表现出来就是反应迟钝、思维缓慢、注意力涣散，整个人精气神很差。所以有些人你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个酒蒙子。为了恢复平衡，大脑激活了神经适应性，降低 GABA 受体的敏感度，提高谷氨酸受体的敏感度，以此来削弱酒精的影响。可惜好心办坏事，由于谷氨酸系统变得更加灵敏，当你没在喝酒的时候，你就会变得特别敏感，容易焦虑，感觉压力大，情绪也不稳定。你想要平静放松，就只能喝更多的酒来调整 GABA 和谷氨酸水平，也就慢慢产生了依赖性。你喝的越多，适应性让天平越倾斜，你就越难受，就得喝得更多。这简直是令人绝望的死循环，也是酒精成瘾的主要原因。所以那些长期酗酒的人，不一定是真的爱喝，而是他们不喝真的难受，不得不喝。一旦成瘾，大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只能在酒精的淫威下放弃抵抗，乖乖就范。英国医学杂志 BMJ 发表过一个时间跨度长达30年的队列研究，对550名成年人的每周饮酒量和认知表现进行反复测量，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核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每周摄入酒精超过30单位的人，海马体萎缩的风险是不喝酒的人的 5.8 倍。30单位可能不够直观，换算成50度的白酒，差不多也就是1周1瓶，好像也不多，对吧？其实这些参与者没有一个是酒精依赖者，但危害已经很大了，更别说那些1天3顿离不开酒的人了。海马体是记忆和认知的核心区域，它的萎缩会直接导致记忆力下降和认知功能障碍。有小伙伴可能会说，我记性本来就很差，所以问题不大。但你真的不担心哪天出去遛弯找不到回家的路吗？因为记忆和认知衰退也是早发性痴呆症的典型症状。马懂什么？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在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65岁以下的早发性痴呆症患者中，57%都有酗酒史。酒精对大脑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海马体，事实上它几乎是雨露均沾，对大脑的各个部位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害，而且最容易受伤的往往也是那些最重要的部位。根据2007年发表在神经心理学上的一篇系统性综述显示，酗酒者额叶的神经元密度降低，这会影响很多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抽象思维、决策判断、情绪调节，对喝酒这件事的控制力也会下降，你越喝越控制不住自己。酗酒者下丘脑的反应能力衰退，除了内分泌失调和睡眠障碍外，它还会导致一种奇怪的顺行性健忘症，就是你能记住以前的事儿，但记不住刚发生的事儿。另外，酗酒者的小脑也会发生萎缩，这会造成平衡性差、运动能力下降，轻者行动不灵活，重者走路不利索。幸运的是，亚洲人似乎天生就有戒酒基因，因为30%到50%亚洲人的乙醛脱氢酶2的基因存在缺陷，代谢乙醛的效率低，一喝酒就脸红，因此上脸这个现象又被称为亚洲红脸症。乙醛在体内的堆积会引起强烈的中毒反应，恶心、呕吐、头疼，所以理论上你喝一次就不想再喝第二次了。可惜生理反应最终还是败给了比酒本身更令人作呕的酒桌文化。我猜很多时候你并不是要把酒祝东风，也不是要美酒聊共辉，而是坐在对面的那个肥头大耳的家伙让你频频端杯。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把伤害降到最低呢？这里有3个小技巧。1. 小肠吸收酒精的速度比胃快得多。如果你喝酒前吃点东西，胃在消化食物时会关闭通往小肠的大门幽门括约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乙醇进入小肠的时间，你也就更不容易醉。所以别那么实在，少喝酒多吃菜。2. 如果有选择，尽量选择度数低的酒，因为酒精含量越高，相同时间进入血液的乙醇越多，醉的也越快。另外，最好不要选带气泡的酒，因为二氧化碳有助于酒精从胃进入小肠，加快吸收速度。3. 该怂就怂，该拖就拖，你喝得越快，酒精吸收的越快，所以在酒桌上你就慢慢喝，尽量少增加肝脏负担，
多预留代谢空间。别听那些劝酒的，知道你不能喝、不想喝还硬劝你酒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最后还是得说，一旦喝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伤害都已经存在了，而且会持续影响很长时间，甚至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喝。一个正常的细胞如果要发生癌变，是需要经过数十次的变异，还要有基因、环境、免疫等各种条件的配合。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是相当困难的。但全世界每年依然有2000万人确诊癌症，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今天咱们就聊聊6种高发癌症，你一定想不到，他们很可能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器官中，胃一定是最倒霉的那个，毕竟所有食物都要从胃里再过一遍。如果你经常吃腌制的咸菜、鱼类罐头、剩菜剩饭之类的，那一定要注意了，这些食物中都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在胃肠道的酸性环境下，可以转化为一种极强的致癌物质亚硝胺。既然亚硝酸盐是在胃酸作用下生成亚硝胺，那如果胃酸不足，会不会好一点呢？可惜并没有。当胃酸缺乏时，有一类叫做硝酸还原菌的细菌生长旺盛，它也能使亚硝酸盐与胺类结合成亚硝胺。所以不管你的胃是强还是弱，都拿亚硝酸盐没办法，它都会变成亚硝胺。形成了亚硝胺，距离癌症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它在体内微粒氢化酶的作用下形成中致癌物。这个中致癌物我们可以理解为不需要经过活化的直接致癌物，像腌制的咸菜、肉类和鱼类罐头等加工食品，商家为了能延长保质期，提升色泽和口感，就会添加较多的亚硝酸盐。但好事不代表无害，摄入 0.5 克的亚硝酸盐就会引起中毒，摄入3克甚至会导致死亡。美国、日本等国家已经明确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亚硝酸盐。虽然中国还没有禁止，但我们也应该有更强的健康意识，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除了亚硝酸盐，幽门螺杆菌也是胃癌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
同样，它也是一类致癌物。生鱼片、半生牛肉等生冷食物都可能含有幽门螺杆菌，所以不管它们好不好。对身体造成全面伤害。尼古丁能对肺部细胞造成损害，并导致细胞异常增生和癌症的发生。焦油中含有苯、二甲苯、酚等致癌物，它们可以附着在肺部细胞上，对肺造成长期损害。一氧化钛在肺部聚集，导致肺部组织受损和身体过氧不足。钚和铅等放射性物质对肺部细胞也会造成损伤。所以长期吸烟的人，肺癌的发病率是普通人的3倍。你肯定知道油炸的食物吃太多不好，但你可能不知道，因油炸食物产生的高温油烟也容易损害肺功能，引起炎症感染甚至癌症。吸烟咱们还能刻意避免，但厨房油烟完全就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溜进了肺部，所以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你看，其实很多癌症都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病从口入这句古话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真理。不过要预防这些癌症其实也不难，那就是管住嘴巴，不吃槟榔预防口腔癌，不吃太烫的食物预防食管癌，不吃咸菜、鱼肉罐头、剩菜剩饭预防胃癌，不吃霉变食物，少饮酒预防肝癌，少吃加工肉类预防结肠癌，不抽华子预防肺癌。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当你把一只雄性老鼠放进一只有雌性老鼠的笼子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大家应该都能想象到吧。首先是一个疯狂的少儿不宜的画面，但渐渐的雄性老鼠就恢复平静，并不是因为它累，而是对雌鼠产生了厌倦。即便雌鼠多次暗示，雄鼠也无动于衷。但如果用一只新的雌鼠取代原来的雌鼠之后，雄鼠又立即焕发新生，这个过程可以不停地重复，直到雄鼠筋疲力尽，这是著名的克利兹效应。当然，雄鼠对新刺激对象的反应我们并不关心，我要说的是克利兹效应对人类也同样适用。澳大利亚研究员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研究人员对实验对象重复播放同一套羞涩片，并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发现实验对象的兴奋随着播放次数的增加而减少，重复的画面让他们索然无味。在第18次播放的时候，有些人都开始打瞌睡了。但第19次时，研究人员换了一个芯片，实验对象又重新精神起来了。这个效应还原了成瘾的过程，也可以解释人们对某些事物上瘾的原因。今天我们就深度聊一聊那些戒不掉的瘾是如何控制你的。之前咱们也聊过多巴胺和成瘾机制，不过今天的内容引用脑神经学家加里·威尔逊的研究成果，一定会让大家重新认识上瘾这个事儿。对于人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来讲，欲望和动机都来自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化合物。多巴胺让大脑中的奖赏机制活跃起来，使人们产生快感，它也是人们上瘾的原因，所以被称为成瘾分子。它释放的越多，人们就越想要一件事物，反之就不会产生兴趣。比如蛋糕能刺激多巴胺，苦瓜就基本不会。但多巴胺并不是个坏东西啊，相反，它非常有用。从进化意义上讲，它促使你做一切有利于你的基因延续的事情，比如食物、性、新奇特。性是大自然能够提供给你的奖赏机制中单一剂量最大的多巴胺释放。咱们再回到可里芝效应，雄鼠大脑对原来那只雌鼠释放的多巴胺越来越少了，但是新的雌鼠出现后，多巴胺又为刺激而飙升，因为新的事物可以刺激多巴胺，比如一辆新车、一套新衣服等等。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的羞涩片特别能刺激奖赏机制，因为鼠标一点，新的画面就出现了。随着多个同时打开的页面和不计时数的浏览，人们在10分钟内找到的对象就比古代人一生找到的都多。当一个大脑面对着它从未进化到可以处理超量刺激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大脑里在放烟花一样，不上瘾才怪。这跟一种叫做德尔塔 phosphate 的蛋白质有关，这种蛋白质是启动成瘾相关的大脑改变的总开关，因为它在进化上的功能就是驱使我们要越多越好。打开这个开关，人们就开始放纵自己了。而激活德尔塔 phosphate 的导火线是什么呢？是多巴胺。持续大量消耗自然奖赏或者长期滥用药品，多巴胺都在不停地刺激德尔塔 phosphate 积累，从而引发大脑的4种变化。一、敏化反应，这其实是一个学习过程。多巴胺刺激导致德尔塔 phosphate 生产过剩，和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加强，这叫神经的可塑性。练习越多就越容易做，最后变成无意识的思想和习惯。出现任何细微的刺激都可能诱发习惯性的动作，比如一个人独处看到性感图片就乖乖的打开电脑。二、脱敏反应，在多巴胺不断蹦出的时候，接收细胞就会发生紊乱，减少多巴胺受体的释放，也就是麻木了。就好比是俩部门，接收部门对释放部门说：“你们行不行啊？这点东西根本满足不了我。”释放部门就说：“我去给你找更刺激的。”这个过程也是所有成瘾的基础。三、脑前额叶功能退化。脑前额叶灰质和白质的改变，使成瘾者控制冲动和预知后果的能力降低，就是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在自责和放纵之间来回拉扯，更严重的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四、压力处理部分失常。压力大的时候，喜欢打游戏的人会去打游戏，喜欢看片的人会去看个片，这也是戒不掉的原因。你想啊，戒瘾本来就会带来压力，而压力容易导致成瘾者破戒。这么看的话，很多人把压力当作放纵自己的借口，其实不是借口，是真的。一些人认为只有黄赌毒会让人上瘾，看片、打游戏这些不是上瘾也不会上瘾，就是消遣放松。但研究成瘾对大脑影响的神经科学专家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4C 模型，符合这个模型的过程其实都可以叫做成瘾。一、强迫 compulsion， 刚开始可能只是被动。二、继续 continue， 有了第一次后不断重复。三、无法控制 control， 虽然知道后果不好，但是停不下来。四、渴望 craving， 心理或生理上的依赖。所以咱们上面提到的看片很明显是会上瘾的，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年轻人在夜深人静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但威尔逊认为看片并不属于是性瘾，而是一种网瘾，因为直接刺激大脑的是来自电脑屏幕上不断切换和新奇的像素。黄赌毒大家都知道会成瘾，这里就不重点介绍了。有一点需要注意，毒的成瘾过程非常短，刺激程度非常高，在它的刺激下，多巴胺的分泌量可能是正常情况下的数百倍。当然极度亢奋之后的空虚也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再没有什么能引起成瘾者的兴趣了。比起这些明确禁止的成瘾物，生活中还有很多容易成瘾的需要我们注意，比如垃圾食品、游戏、短视频、烟酒等等。而且这些更有潜力让人们上瘾，因为你做这些事儿没人会管你，只要条件允许，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索取，自然奖赏也是无限制的。由于高脂肪高糖食物的影响，75%的美国人超重，35%的人吃肥。如果不是有较强的意志力或者其他事情影响，有几个人愿意减肥呢？对吧？游戏短视频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因为设计这些 app 的技术团队已经不只是研究产品，而是开始研究受众的心理。他们会揣摩用户什么时候会被刺激，什么时候会产生满足感。每个看似稀松平常的交互设计，都是经过了很多次的研究和实验，目的就是让用户对他们的产品上瘾。所以我看一些软件和游戏弹出防沉迷的提醒就觉得可笑，又要赚钱又要立牌坊，好事怎么都让他们摊上了。
曾经有个 app 就是给图片点赞的，后来被封掉了。创始人自己就说，点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可卡因，他们难以察觉的成为主宰我们文化的第一代数字毒品。所以你看，藏在你手机里的这些 app 或许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烟酒不用我说，大家应该也都了解，会成瘾，而且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研究发现，87%的肺癌是因为吸烟引起的，烟酒也是诱发肝癌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为了健康，大家还是要适可而止。从神经学概念来看，成瘾是因为德尔塔 FOXP 与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加强，久而久之在大脑里形成了一条敏化的路，走这条路很爽。所以戒瘾就需要我们重启大脑，用其他路取代这条成瘾的路。除了看片游戏获得的快感可以刺激多巴胺，还有什么可以刺激多巴胺，让其他路也产生敏化反应呢？我们记着3个关键词：希望、挑战、奖赏。咱们在处于压力的时候，只要心里有明确的目标和希望，就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也就是我们依然能产生幸福感和动力。比如一个创业者，每天焦头烂额地应对各种问题，公司还连续几个月亏损，但他还是充满激情，因为他能看到希望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他会像开头雄鼠对雌鼠一样产生厌倦，因为多巴胺讨厌一成不变，久而久之甚至会罢工。所以希望是戒瘾的前提，除了可以直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外，也会产生一种稀缺状态，精力、意识、时间都投入到自己的目标中，自然没有多余心思去理会让你上瘾的那些事儿。打游戏如果一直让你在新手村，过不了几天你就懒得玩了，因为根本没有挑战性。游戏能让你上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难度越来越高，挑战成功后的满足感也会越来越强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高中时候，你花1节课的时间来解一道难题，当你解出正确答案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爽？但现在我们都只是在用经验、习惯和潜在认知处理简单的事情，遇到困难可能还要躲一躲，这也是我们觉得生活没有乐趣的原因之一。我们把游戏心态应用到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生活就像打怪升级一样，挑战自己，原定1个小时完成的工作，在40分钟内完成。原计划每天跑5公里，试着跑6公里，你会发现不仅找回了乐趣，还年轻不少。戒瘾最难的不是没有希望，不是不敢挑战，而是坚持不下去。只靠意志力显然还不够，还需要给自己一些奖赏。多巴胺对奖赏特别着迷，被夸奖、被爱、被鼓励都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当然也包括最实在的物质和金钱的奖励。只要是你喜欢的，多巴胺肯定都喜欢。成瘾物的奖赏是即时反馈的，快感、满足感等等，但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的奖赏是长期且温和的，所以容易被弱化甚至忽略。这就需要我们做到2点：一、克服时间贴现，想象目标完成之后的收获，这可以欺骗你的大脑，它会误认为你已经成功了，并且分泌多巴胺。2、发现容易忽视的奖赏，比如减肥，体重秤数字的减少就是奖赏；看书，不经意间悟出的道理就是奖赏。你关注的点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积极乐观，有些人一直郁郁寡欢。戒瘾难吗？真的很难，但刚好也是一种挑战。而且很多人已经通过不同的方法挑战成功，不再被成瘾物挟持，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所以只要你想，你也可以。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说过一句话：贫穷是一种人格缺陷。言外之意，贫穷纯粹是个人问题，而非社会问题。短短9个字就给全球近12亿穷人下了定义，不仅反映了精英阶层的傲慢，更说出了整个社会对穷人的歧视。这种歧视甚至不亚于种族歧视。自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之后，作为受害者的穷人就被各种异化和贬低，他们被说成是人类进步的负担，是弱国劣政的累赘，他们被认为懒惰、短视、愚蠢，满脑子穷人思维。也正是这些充满误解和偏见的认知，导致几乎所有的社会援助都徒劳无功，然后再次加深社会对他们的误解和偏见。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通过几本经济学著作深度还原贫穷的真相，看完你会得出2条铁律：贫穷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缺钱，而救助穷人最有效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给钱。为什么穷人总是做出错误的决定？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和蒂夫洛在调查了全球贫困人口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后发现，穷人宁愿交不上房租，也要花钱买电视机或者 iPad。 穷人总是在生病后花高价治疗，而不是采取提前预防的措施。穷人乐于多生几个孩子，却不愿意让任何一个上完小学。这些在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决定，
却是贫困地区最普遍的现象。也正是这些现象，让自以为聪明的富人觉得，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太愚蠢，认知能力低下，造成了贫穷的现状。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来看一项研究。生活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地区的村民，大多以种植甘蔗为生。这些蔗农的收入存在较大的阶段性起伏，每年收成一次，然后一次性得到他们年收入的60%以上。这意味着一年当中，甘蔗刚收成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比较宽裕，而剩余的时间则相对贫穷。研究人员对这里的464位蔗农进行了追踪调查，他们分别在收成前和收成后2个时间段对蔗农进行认知能力测试。结果发现，蔗农收成前的智商远低于收成后，落差几乎在13到14个智商点，相当于一个人清醒时跟醉酒后的差距。同一批人在有钱和缺钱的状态下，认知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人员推断，智商低不是穷人的固有特性，而是贫穷的环境把他们的智商变低。换句话说，穷人之所以会做出愚蠢的决定，不是因为他们愚蠢，而是他们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会做出愚蠢决定的环境里。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发现，并不是穷人无法摆脱贫穷的原因，而是贫穷导致的结果。早在70多年前，反乌托邦3部曲之一的1984就曾提到，贫穷的本质是消灭未来。当穷人为能不能吃上下一顿饭而发愁的时候，是没有多余的心理带宽做长期计划的。这种无力的匮乏感和急迫感，让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眼前的琐事上。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稀缺。当穷人手里的钱无法满足当下最基本的需求时，就会陷入稀缺状态。他们管不了将来有多少债务，会不会生病，孩子能不能上学，他们最要紧的就是能吃上饭，睡上觉，让快要窒息的生活好过一些。只可惜，缺钱导致了错误的选择，错误的选择又导致了更大的财务、健康和教育隐患，进一步加剧贫穷，越陷越深，无法自救。贫穷的恶性循环，不管谁来了都无法独善其身。那些衣着光鲜的富人，满嘴经济学术语的专家，把他们任何一个丢进来，都只会被现实狠狠地打脸。为什么很多扶贫计划都起不到实质性作用？事实上，他们也把贫穷的结果当成了贫穷的原因，在理财培训、医疗保障和教育改善这些表面问题上隔靴搔痒。理财培训方面，有学者综合分析了201项资金管理、培训有效性的研究，结果发现无一例外都没有半点成效。医疗保障方面，在非洲南部每年有几百万儿童死于痢疾，可无论当地政府和救援组织怎么普及，消毒剂都没有被广泛使用。教育改善方面，美国每年在贫困儿童教育上的投入约5000亿美元，但他们在学业和就业上依然没有起色。这些扶贫计划有个共同点，都是苦心积虑地为穷人的未来做规划，而这也正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都没办法解决当下的稀缺问题。其实，穷人的问题就在眼前，只要眼前的问题解决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就会提高，心理带宽就会拓宽，他们自己就能处理好长远的问题。所以，他们需要的是当下的一个助推，而不是让那些所谓的专家给自己一个信心。要解决眼前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钱直接给穷人。可能所有人都觉得，这会让穷人躺平摆烂，变得更懒惰、更堕落。但这是人们的偏见，还是真实的情况呢？1974年，加拿大温尼伯实施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大的基本收入实验。当地政府选取了一个有13000人的小镇，然后每年给他们每个人发放一笔资金，以确保没有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计划实施了4年，一切进展顺利。但后来新的加拿大内阁执政，他们觉得这项耗费8300万美元的项目太烧钱，就终止了。甚至因为不愿意投入资金，连实验结果都没有分析。不过30年后，曼尼托巴大学的福盖特教授听说了这项实验，他搜集了当时的资料，又在接下来的3年里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不管他从什么角度分析，每次的结果都惊人的一致。这项实验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福盖特教授发现，小镇居民不仅变得更富有，而且在教育、工作、健康方面都得到了全面改善，孩子的学习效率和成绩明显提高。成年人并没有因意外收获而好吃懒做，他们的工作量几乎不变，住院率足足下降了8.5%，甚至连心理健康问题都减少很多。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它的伟大之处在于，穷人可以用来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专家认为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人们往往以为贫穷的人会沉迷于酒精和烟草，但事实上，世界银行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全部研究案例中，82%的酒精和烟草消费量都下降了。在利比亚的一项实验中，
研究人员甚至故意给最狡猾的一群人每人200美元，这些人大都是酒鬼、瘾君子和惯偷，结果他们都把钱花在了食物、衣服、药品以及做点小生意上。研究人员也非常震惊，他们感慨，如果连这些人都不会乱花钱，那么还有谁会乱花钱呢？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证明了，把钱直接给穷人确实管用，而且成本并不高。美国每年因贫困儿童造成的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而如果用提供基本收入的方式，需要投入多少呢？答案是每年每人只需要3000美元，总计1750亿美元。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他们 GDP 的1%。不过，提供基本收入这种乌托邦式的做法可能会引起非贫困人群的不满，加深穷人与其他人之间的隔阂。这就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了，社会财富直接流向穷人，会让其他人，尤其是富人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毕竟这笔钱大概率来自于税收。但富人忽略了各种扶贫工作劳而无功带来的风险，因为贫穷本身就是一种巨额成本。反过来，如果因此消除了贫穷，相信一定会对社会产生巨额回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富人或许才更短视和愚蠢。最后再啰嗦2句，不要相信什么人格缺陷和穷人思维。贫穷不是穷人犯下的罪恶，也不是穷人应受的惩罚。贫穷就是因为没钱导致失去了社会上所有的机会。论语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和安不应该成为社会对穷人的恩惠，这是他们每个人应有的权利。